都说海口的工资低，但是没想到这么低。今天在海口人民公园旁边碰到了一个环卫阿姨，阿姨说她每个月的工资是1600，但是有五险，工资很低啊。1600呀？才1600吗？对呀。我问她为什么不找工资稍微高一点的保洁工作去做，她指了指旁边的酒店说，里面的保洁工资高一点，一个月有2500，但是没有五险，包吃住。她年龄越来越大了，有个养老保险好一点。姐妹们，在海口找房太麻烦了，太贵的租不起，太便宜的环境太差了。就是你一眼望头，觉得自己的人生就这样了，就感觉没什么活法了。我这几天把海南这个大大小小的小区都跑遍了，真的，1300根本就租不到好房子了。在国贸这块的话，你好点的房子得1700、2000起。然后我们一个月工资才那几千，租房的话，那根本吃饭都吃不上了。去年12月18日，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启动全岛封关，被中共当局定位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。然而，官方媒体所描绘的自贸港的光鲜愿景，与民间反馈的真实状况之间，呈现出明显落差。岛内多位受访者表示，随着政策推进，工资水平并未提升，生活成本却不断上涨。分析人士指出，海南缺乏自由经济赖以生存的法治土壤与政治体制环境。随着中国经济下行，海南自贸区的泡沫破裂已在预料之中，有可能在中共当局的高度管控下沦为一座经济孤岛。弟们，这几天海南堵得要命。哎呀，我们小区去买个菜的地方只要5、6分钟就过，车全部堵得水泄不通啊，堵得一塌糊涂。买东西这个价格啊，高得离谱！我天哪，这个莲雾啊，现在都35块钱，35块1斤啊！好多东西价格真的比我们杭州的价格都要高。听劝行不行？如果你来海南只是为了打工的话，那现状一定会让你怀疑人生。你绝对不知道，海南的职场是拿着18线城的工资，扛着1线城市的物价，月薪3000，单休，有的甚至连五险一金都没有。更奇葩的是，有些企业跟你玩的合伙人制，什么一个概念呢？就是说你具有同样的互联网经验的话，你在北上广深的话能随随便便过万，但是在海南的话，可能也就值个3、5千的价。工资低，物价贵，租房贵。你千万不要指望在海南打工时间积极发育。虽然海南封关了，如果你来海南的话，仅仅是打工的话，你是赚不到钱的。海南为什么物价高，人员工资低呢？海南日常几乎80%的生活用品都要依靠于进口，无论是从广州、广东、广西这样的省份，还是从东南亚的城市，它都是依托于进口。进口增加了运输成本，增加了税费，请问是不是物价一定会高？海口好像没有以前热闹了，走的人也明显变多了。尤其从去年到现在，明显感觉不少人离开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琢磨了一下，大概有几个原因，大家看看我说的在不在理。第一，工作不好找，选择还少，去面试一圈，发现招的人不是销售就是客服，要不就是餐馆服务员，这些活赚得少，年轻人还不愿意干。第二，实体店生意难做，现在很多人都是网上买东西。博主说，如今开店的老板普遍压力很大，但房租却依然居高不下。不少小店难以承受这样的负担，最终只能选择关门止损。换句话说，海口就是一个单一中心的城市。为什么海口租房这么贵？有个网友发帖问这个问题。现在在海口市区租房，那你只要不是城中村的房子啊，2000多很正常吧？你只要是个小区，再怎么破呢，那这个价位基本上也少不了多少。那么就很奇怪了，海口牛马的收入都很低呀，2000多的租金，工资得去掉一半，那为什么还愿意租在市区呢？比如西海岸、江东啊，很多新房子租金才1000多啊，而且还很难租出去。博主说，如果你在市区上班，却住在远城区，房租或许能省下1000元左右，但代价是你每天通勤时间至少增加1个小时。再加上这里公共交通不够便利，出行成本进一步上升。比如休息时，你想和朋友喝茶、吃个宵夜，也常常因为太远，交通不便，让人感觉像是出了一趟远门。熬完高中，熬过4年大学，
认认真真读完书，以为毕业了就能好好赚钱养活自己，结果走出校园才明白，现实远比课本更加残酷。每天疯狂投简历、跑面试，要么工资低到离谱，要么要求一大堆。现在高不成，低不就。如果你在一线城市工作过，不建议你来海南求职，薪资基本斩半。别管什么行业，如果是互联网行业，尤其是 IT 工程师，都可能找不到工作。放眼海南，没有互联网产品，对，你没听错，就是没有。总体来说，海南是看不透的高端局，门槛也非常的高，金融、跨境电商、高端医疗需要高端人才，跟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。虽然有钱大佬来海南的越来越多，资金也越来越多，但是如果是打工的话，短期看不到前景。你不买房就不要来，毕竟常住才能享受到海南的气候和环境红利。海南的朋友啊，今天呢和你聊一下海口啊目前的这个就业的这个情况啊。刚大学毕业找不到好工作的，你也先别急着怀疑自己啊，不是你不够拼。现在哪一个人不迷茫啊？我亲戚海大毕业的，在家都蹲了半年了，光简历呢就投了20几份，有的给他开出的条件是实习期呢3000，干不干啊？你说干不干？我说实在不行，只能够骑驴找马呢，也要先干着，赚不到钱呢，赚个经验也好。因为很多年轻人刚来海口，他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，找工作难。具体有多难，你们可以翻一下我这个8月26号这些视频，他在评论区里面，很多兄弟们在评论区里面讲述了自己的一些找工作的经历，其中有一条是这样的，在 Boss 直聘上面刷到的，1000到2000块钱的薪资，招办公室主管，还有3年以上的经验。2000块钱到1000块钱的薪资，你想一下，主管的工资才这么一点的话，那实习生工资不是更低吗？这位博主表示，他来到海南已经3个多月，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这让他逐渐失去了信心。我之前就刷到说海南工资低，但是我没有想过这么低。就是我问的那种销售工作，大部分就是2000多、3000，也上8个小时的班，就是这个时间，我觉得和这个工资真的很不匹配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海南本地人就是这个工资是怎么生活的。我天天看海南人，感觉吃喝都挺舍得的，但是你们这个工资应该是不够吃喝的呀。你们是不是有隐藏的挣钱方法？要么你们评论区偷偷的告诉我，我也偷偷的干一下。第一，海南的工资是真的很低，尽管是省会城市，很多人的工资也就在3、4千，高一点的5、6千，工资水平与房价严重不匹配，普通家庭东拼西凑，好空家底也只够付个首付，想靠自己打工存钱，在主城区买房买车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很难实现的。其次，海南的生活成本很高，一碗炒粉就要10块钱，出去随便吃顿饭也要200左右。海口现在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，满大街的门面，房招不出去，租不出去。现在的现状就是外卖小哥、出租车晚上代驾的满大街都是，已经处于一个非常饱和的状态了。以前送外卖小哥辛苦肯干的话，1个月也能赚到1万多，现在拼命的话也就几千块钱，因为没有工作的人太多了，大家都拿这个行业来作为一个过渡。本科2700，研究生3000，扣除五险一金之后，本科到手是2000，研究生到手是2300。这个就是海口最近发布的事业单位临聘人员的工资待遇。没想到海口以这种方式火了，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海口的外地人来说，我们真的一点都不奇怪。海口是一个典型的那种工资低而且消费很高的城市。博主说，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经整整17年了。他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秘书，前前后后干了3年。那时候的工资本来就不高，等到他离职时也不过3000出头。他感叹，这么多年过来，这里的工资一直很低。海口工资那么低，普遍才3、4千，物价又这么死贵，蔬菜都能卖到15块1斤。刚来海南那会，我甚至觉得海南人是比较懒的，直到我后面认识了越来越多的海南朋友，我才知道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。海南人绝对不懒，他们
们只是活得更明白、更通透而已。背井离乡去外省打工，天天朝9晚5，拿着个7、8千的工资，住着3、4千的房子，辛苦1年，到头来口袋里也没剩什么。搬家去海南，我能做什么工作呢？又没有背景，又没有资源，怎么生活啊？今天呢，就是围绕旅游这个大主题。海南是国际旅游岛，游客从来不断，相关的服务岗位一直缺人。比如现在很多特色民宿都在招民宿管家，不光是接待，还要懂点运营，能搞直播。这类工作入门相对容易，而且能积累很多与人连接的经验。再有，各大景区、酒店也需要前台、客服、活动执行、市场推广这些岗位。只要你性格开朗，愿意跟人打交道，了解一些基础的服务流程，就能上手。我终于在三亚找到工作了。我是00后北方女孩，我才来三亚定居快半个月，找工作也找了很久。每天吹着海风，看着成片椰林，风景治愈人心。可一直没有稳定的工作，终究还是没有归属感。就在今天，我终于收到了入职通知，悬着的心一下子就落了下来。工作地点就在离家不远的太平金融产业港，高楼林立，环境整洁，薪资待遇也很合适，既能安稳生活，又能好好享受三亚的海边慢日子。海南的经济差成这样了吗？你们知道这一套别墅在海南租1个月要多少钱？1000块。今天早上我在小区走的时候碰到业主，然后一个业主跟我说，像这样的别墅租1层1000块，租2层1个月才2000块。哇，真的是惊讶到我了。海南是中国活得最明白的地方，没有之一。也有人说海南人是最舍得花钱的，工资低，物价高的让北上广深都冒汗。在这样的生存压力下，海南人依旧活得云淡风轻，把松弛感刻进骨子里，好像世界都与我无关。你还会发现海南人总能把3000元的月薪活出3万的质感，非常舍得花在吃喝上面。街头巷尾的老爸茶店里，他们能坐上半天的时间，在别人眼中这或许是不懂理财的挥霍。博主说，而海南本地人却有着自己的生活观念，与其拼命赚钱，不如把身体和生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，否则辛苦挣来的钱最后又花在看病上，未必值得。外地人总羡慕海南，觉得当地人天天喝着老爸茶，吹着海风，日子过得贼潇洒。但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？今天我就说3点，让你知道真实的海南人到底有多缺钱。第一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。2025年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43377元，海南呢却只有36306元，比全国平均少了7071元。这还只是平均数，不少本地人的实际收入更低。这7000多的差距，在海南中档小区都够交2年的物业费了。今年开年，海南人最真实的感受，先看田间地头。2月海口甜玉米滞销，3月陈麦南瓜难卖，4月冬瓜堆积，10几万斤的果蔬摆在地里没人收，朋友圈全是爱心助农，报纸媒体轮番报道，不是不努力，是真的卖不动。再看就业市场，大企业降薪优化，媒体单位发行困难，房地产持续冷清，曾经稳定体面的工作，如今风雨飘摇。封关前几年，在政策刺激下，海口、三亚等地多个 CBD 项目迅速上马，写字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。但封关启动后，大量写字楼空置，部分楼层甚至空无一人，企业注册数量不少，而真正落地运营的有限。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一种结构性的错位。一方面，自贸港政策带来了土地、税收与制度上的预期红利，吸引资本与开发商提前布局；另一方面，真正能够扎根的产业与企业却需要更复杂的条件，包括人才、市场、供应链以及稳定的制度环境。许多人猜测，中共想把海南变成第2个香港，但是中共为何一边亲手摧毁真正的自贸港香港，一边又试图在海南搭建一个复制品？原因并不难理解。曾经的香港司法独立，有开放的信息网络与公民的言论自由，这些是中共无法容忍的。尽管当局将整个海南岛划入自贸港范围，但在政治与经济监管上依旧是中共的那一套。换言之，海南并没有独立于中共体系之外的环境与自由。中共建立海南是幻想在不触动权力底线的前提下复刻出香港的财富。然而，历史和经济规律都在提醒我们，没有制度性自由，海南就是一个伪自贸区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